大家好，我是面具人，紧急给大家播报一些令人比较无语的消息啊！今天大家也都知道了，币圈整体出现了雪崩，杀猪般的暴跌呀！比特币跌穿了4万美金的大关，目前呢已经是3万多美金了。狗狗币直接跌到了快到 0.21 的这个超低点位了，差点跌的都打回原形了。目前呢，很多网友的心态都已经崩了，已经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好，别急，面具人，我这里有些独家的内幕消息，在节目中间我会告诉你们的。听完了这些消息，你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是去是留，是割还是跟仓。老观众朋友们，顺便给我做一下证啊！我前几天是不是一直在吹哨，不让你们在 0.5 左右买入？你们现在看我前几天的节目说的是不是很明智的选择呢？还有些网军骂我说，面具人你个垃圾，你做空。那面具人我就想问你们了，我 Maskman 是马斯克吗？我咋就这么牛逼的？马斯克都做不了空的，我就能做空了。我只是想给我的观众朋友们负点责任，降低你们的风险，有错吗？大家还记得我在5月11号的节目中讲述过的币安黑金事件吗？当时就是狗屎币在币安开盘的时候，币安不但开盘价比别的平台高，而且呢成交单价也动手脚。最后呢，狗屎币的涨势过于凶猛，币安直接拔网线断网，禁止交易，禁止提币，对吧？我那个时候就说了，这些中资平台都不敢用，太恐怖了。然后呢，面具人我还专门去搜索了一下这些外国平台啊，呀，这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我们目前呢能够在市面上看到的主流的，包括外国的交易所啊，几乎都有中资的身影。那具体有哪几家呢？面具人在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揭秘的。好，先来说咱们今天的第一件事儿啊，就是继币安黑金门之后，身为3大中资交易所的二哥火币也出现了拔网线的事件了。那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面具人，我这里找到了一段当事人的录音。哎呀，这个录音听起来真的是挺凄惨的，大家先来听一下吧。为了和谐起见啊，我把一部分敏感的词汇给消音了，大家先来听一听吧。我编完了后了，你的去玩什么火币？我你妈！我火币，我妈！我上他妈的10多万，眼睁睁就看这样没了，我花呗、借呗全部搞完，信用卡全部都刷完。听到了吧？这个人够惨了。在这里啊，面具人想要先说一句啊，玩这种炒币类的投资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对新手来说，风险还是不小的。所以呢，面具人建议大家在尝试投币的时候啊，先用小资金先试水，切忌冲动梭哈，因为这个毛病啊是很多新手容易犯的。还有呢，就是碰到了这种拔网线的事件啊，也不要急着割肉。虽然说出现这种事件确实令人挺无奈的，在这里啊，面具人我想说一下，平台出现了拔网线导致亏钱了，这个责任应该是谁来承担呢？咱们就说上一个视频里面的例子啊，貌似是合约或者是杠杆，因为被拔了网线了，导致了这些客户来不及交易，然后呢，他的钱就被亏得一干二净了，对不对？好，咱们先来解释一下合约吧。在火币合约交易的界面，你可以选择买开多或者是开空，买涨或者买跌，然后呢，根据选择去输入你的杠杆倍数，输入委托价格，然后呢，最终你要是买涨就涨，买跌就跌，赚了就赚了，亏了就亏了。但是呢，你想平仓也很容易，你可以买入平空，输入委托价格，然后输入需要平仓的数量，然后确认点击卖出平多或者是卖出平空。
那这样的话，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可是呀，如果说遇到了拔网线，虽然说你这边把网线拔了，你不能交易，但是人家全球的大盘还都在交易呀，你交易不了，你来不及，然后你的币亏光了，那你就完蛋了，对不对？那就真的蛋疼了。你想结束，不给你结束的机会，你继续亏，甚至呢，你赚了钱了，也让你赚不到。断网了，你卖不成，反正呢就是让你赚不到钱，听懂了没？因为网线都被拔了，交易不了，看不到了，啥都没有了，对不对？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下，庄家共产党想要黑你钱了，他可以先直接断网，然后呢，人家再把平台后面的那些数据那这些大数据，我党都是一目了然的。他就算他把你的仓给毁了，把你的仓给卖了，你也不可能知道。等网络恢复了以后，你的钱早就跌穿了，早就没了，对不对？而且你看不到断网以后的数据嘛，对不对？等网恢复了以后，你的仓早就爆穿裤裆了，是不是？所以呢，不管你是赚还是亏最后呢都是亏个干净。那么断网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操作？咱们也大概能明白了一些了吧？其实面具人我认为平台赚取手续费和服务费，那他就得承担这个网络风险刚才我是不是问你们，这个断网以后造成的损失应该是谁来承担？目前来看呢，是所有的客户来承担。可是呀，大家应该能明白，如果平台收取了你的服务费还有手续费，那要是因为平台的原因断网而导致客户损失的话，平台是要负责任的。但是没办法，在中国你告平台你告得了吗？平台的背后就是党，党都说了加密货币是非法集资，不管，党都给你吹哨吹了多少天了，一直在铺垫强调这个玩意儿是违法的，你要玩你被拔网线了，你亏光了，你活该，对不对？就算党出面管了，大不了最后就是把公司和韭菜一起收割，反正双方都是非法集资，违法资产充公国有，对不对？党管一切嘛，党说的算嘛。习近平新闻联播天天都告诉你的，你为啥不听？告诉你这东西是违法的，你为啥还要玩？气死我了！为啥面具人我今天要这么样的说中共呢？看，这背后就是共产党搞的鬼呀！我为啥不说他？我先来给大家念几个实锤消息听一听中国金融3大协会联合发文抵制虚拟货币的炒作，并提示相关风险。有币圈的一些用户反映，赚到钱以后卖币提现 USDT， 但是呀，这些 USDT 的点对点交易在转账的过程中被银行拉黑了，甚至呢有些钱呢直接当场就给你封了。也就是说，你炒币赚到了钱了以后，钱无法提现，提现了也给你封掉，你的钱无法真正的变成人民币。面具人我本人可以作证我已经亲身试验过了，我已经以身试法了，这个事儿呀确实是真的。面具人上周有些事儿需要用人民币，然后呢我就从 USDT 里面提了5000块人民币到我的工商银行卡里面，然后呢我的工商银行卡就被封了只能柜面交易，而且呢必须我本人回国去柜台写一个申请书，把我这个东西给解封了。这个事儿是真的，我的会员群里面的人都知道。那你说面具人我咋可能回国吗？我回国立刻就完蛋了，是不是？我天天反共呢，那我敢回国，对不对？要不是我当时急着用钱，我肯定是通过别的办法我再把钱搞出来的。没想到呀，我这第一次提人民币，然后呢钱就被锁到了工商银行里面了。你看中共连5000块都不放过。在过去的24个小时，加密货币市场又有22万人爆仓呀，爆仓的金额高达了122亿美元。其实真实的数据远不止这么多，光狗狗币目前呢就已经蒸发了快300亿美元的市值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来，面具人我告诉你们5月18日晚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3大协会要求金融机构、支付机构等会员单位要切实增强社会责任，不得用虚拟货币
为产品和服务定价，也就是说，不让用虚拟货币交易和给一些商品定价，不得承保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将虚拟货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也就是说，这个保险金融也不能介入虚拟货币，并且呢，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服务。也就是说，虚拟货币不能够用来支付服务。那就相当于把这个虚拟货币给堵死了嘛，啥都干不成嘛，没有任何的实际流通价值了嘛，对不对？中国共产党这么一做啊，它有好处有坏处。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虚拟货币、数字货币在中国大陆以后啊，它就完全只有炒作价值了，只有这个市场的客户的民间信用背书了，但是呢，它就没有任何现实价值了。炒作价值被提升了以后，那这个虚拟货币坐电梯、坐过山车的这种概率就变得更高了，它就更容易大起大落，更容易被庄家操盘了。因为离开了庄家，离开了炒作，这个虚拟货币就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它不像在西方，虚拟货币还能够用来打赏呀、买游戏呀、充点卡呀、甚至呢购买车呀、购买酒店呀，这些是有实际流通价值的。但是呢，在中国这个价值被废了，这是好处也是坏处。好处呢，就是给这些有消息的人、有权利的人能够拉高他的炒作上限。坏处呢，就是韭菜呢，它的下限也被放大了，跌起来会跌得更惨。这个公告还指出，虚拟货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也就是说，不是共产党发行的货币都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它就不是真正的货币。看到没？共产党给你定义了这个玩意儿不能当货币使用，听懂了没？以后呀，数字货币、加密货币在中国啊，充其量也就只能当一个炒作投资的这个投机产物。而且国家还告诉你了，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听懂了没？不能且不应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面流通使用，这句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吧？等于是说啊，在中国，甚至是在华人的范围内，就直接把这个虚拟货币的“货币”两个字儿给废除了，只有虚拟炒作的这个意义了。而且呀，国家还说了，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以及虚拟货币之间进行兑换的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这个话我听着都搞笑。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以及融资，或者是虚拟货币衍生产品的交易等相关交易活动，均为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并且涉嫌非法集资、非法发行证券、非法销售代币券等犯罪活动。听见没？以后所有的买卖交易虚拟货币全部都是违法犯罪行为。看到这儿了，那面具人，我有一个问题想不通啊，我就想说啊，那这些币安平台、火币平台、OE 平台，这些平台是谁开的啊？开赌场的是你，说赌场违法的还是你啊？合着就是你赢钱了就是合法的，客户赢钱了就是违法的，听懂了没？好，再给大家揭露一个谜底啊，那就是今天为何全盘会跌得这么惨啊？首先呢，中共政策性的硬唱空，刚才你们也都听到了，对吧？今天呢，这个砸盘啊，是最近长期以来很难见到的亚洲人时间，尤其是中国北京时间就开始的砸盘。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呢是由大陆带起来的节奏，它并不是在美国佬醒来的时间砸的盘，对不对？中共的政策性的硬唱空，还有呢，大家知道不？我之前说过，中共持有全世界70%以上的比特币，你们知道吗？今天光比特币就狂抛了至少2到3万枚，这直接导致了比特币给跌穿了，跌到了3万多块钱，这是比特币大跌的背景。然后呢，我们再看微观啊，比特币都跌了，这种大家信心最高的、价值最高的币王都跌了，那其他的那些小币种也肯定会跟着跌嘛，对不对？好，这是宏观啊，我们再来看微观啊。
截止我做节目，3大中资交易所全部都拔网线了，并且呢是在这些币跌到了几乎是底部点位的时候拔网线，不让你买子弹了，不让大家买币了。也就是说，又形成了那天币安黑金事件的局面，只能卖不能买。那只能卖不能买了，这个币肯定是会下跌的呀，至少呢它也不会怎么涨，对不对？你们看这些图，合约看不到，买不了，入金入不了，甚至呢连交易数据都看不到。3大交易所欧易、火币、币安都是统一行动，我就问你厉害不厉害？不过呢，一切都在面具人的掌握之中。我在中共拔网线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社区发帖子，尤其呢，我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啊，是提前预告了，我告诉大家啊，别怕，别觉得中共拔了网线了，这个币就要崩盘了，你就要割肉跑了。中共拔网线就代表这个盘子是有神人准备入场了，傻子们快卖，卖了以后砸盘了，好让中共抄底儿。为啥？因为拔了网线以后，散户们就不能入场了呀，散户们买不成呀，充不了钱呀。只有这些内部的人士，人家想买该买，人家想冲，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想过啊？既然机构敢入场，敢在这个时候啊把网线拔了啊，不让你们买，只能让他自己买，那就代表这个盘子还是有涨的空间的。而且呢，就是这些机构呀，共产党的高官呀，他们现在就是要先垫底儿，垫完底儿了以后，他们把该准备的工作都准备完了以后，再恢复交易，让你们进场，让你们买，然后涨了以后，他们再抽底儿，再把你们割掉，听懂没？而且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啊？3大平台，甚至包括全球的平台啊，全球的币市都是在砸盘和断网，要么砸盘，要么断网。哎呀，能掀起这种波浪的人啊，他绝对不是一般的什么庄家机构啊、金融公司，就连全球的交易平台都统一拔网线了，全球的币市都统一砸盘了，你说谁能有这么大的力量？背后呢，也只有共产党有这种实力，对不对？一般的公司肯定不可能，这就是政权的力量啊！政权的力量是不可能私人公司能达到的。所以呢，你看，不让散户买，他们自己冲进去买，然后呢带高了以后，最后抽底儿再割一波，大家应该能看懂了吧？这种套路啊，我早就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啊，我一直安抚大家的军心。其实呀，能够猜透庄家心思的人，能够看懂中共政治的人，能够看到这种最顶层设计的人啊，今天都能赚到钱。所以呢，面具人的会员群里面啊，就有很多人今天成功抄到底儿了，而且呢，很多人也没有被这个套路吓住，没有割肉。其实在今天啊，抄到底儿的人那肯定是赚了的，大赚。可是呢，那些没抄到底儿的人也不要灰心，没抄到底儿的人，你就算没抄到，可是呢，你没割肉，你也是赚，因为接下来啊，狗狗币会冲新高。你们仔细观察啊，这次沉底的垫底资金，它的成本比上一次狗狗币 0.13 的垫底资金成本要高，这一次最低点位是 0.21 左右。所以呢，这次狗狗币再冲顶的话，应该是要突破新高的，否则呢，按照这种成本来算，它是不划算的啊，利润没有它那么大的期待，所以呢，它必须要冲新高。中共这次锁盘呀，实属厉害呀！币安现在也禁止提现了，你看 ERC20 不准提，不准交易，并且呢，做空的合约呀，还有这些卖币呀、买币呀，你就算赚到钱也是白搭，对不对？你今天就算卖了，你今天就算是把合约解了你今天就算是申请提现了，明天共产党再给你把这个回档一下，说是什么数据错乱、服务器宕机，对不对？然后呢，啥都没了，爽不爽啊？我看你敢不敢用中资的这些平台，还敢不敢用啊？现在看明白了吧？中资平台都不安全，是不是？就算让你赚到钱了又怎样？还不是我党一句话，拔你的网线啊！
前段时间呀，面具人我说还想研究研究海外平台有没有安全的呀，这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呀吓一跳呀。其实海外的知名的各大平台背后也都是中资，包括海妖平台，它的募股公司就是重庆蜂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还有微博、微牛，它的背后是雷军的小米募股投资的。好，你们听到这儿了，可能会说，哎呀，这些平台都是小平台，不算啥。那面具人我就来给你们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最大的最牛逼的 Coinbase， 它的背后也是中资，甚至呢还有 PancakeSwap， 背后呢也是中资，它是币安的马甲，爽不爽？开心不开心？全球最牛逼的1、2、3、4、5、6、7、8、9的这些交易所、交易平台背后都是中资，开心不开心？牛逼不啊？还有些什么人说，哎呀，这个加密货币都是去中心化的啊，都是无人能监控的。你们现在去看看大盘，去看看今天的这个事件，你告诉我这个是去中心化的？面具人我来告诉你啊，只要涉及到人的东西就不可能去中心化，只要涉及到交易的东西就不可能涉及去中心化，知道吗？啊，任何东西它都是有中心的啊，就连这个太阳系9大行星、银河万物，它都是有中心的。去中心化这个东西是完全乌托邦的理念，是用来骗傻子的，知道不？你们要相信任何东西它都是有它的规律和它的可操纵性的。你要是迷信那些什么涨涨涨、买买买、去中心化，那你不当韭菜谁当韭菜呀？是不是啊？你不被骗谁被骗呀？啊，前2天还买买买，买了咋了嘛？你们还骂我。现在来看，我0.5几的时候警告你们不要入，今天跌到0.2几啊，爽不爽？还骂我。中共改革开放30年，你们看看，全世界所有的知名公司、各大证券公司，包括这些币圈交易所啊，都有红色资本，都有中资背景。仅仅30年的时间呀，红色资本入侵全球。大家一起唱红歌吧！你还想反共？周围处处都是共，反个毛呀！中共渗透全球了呀！不问你怕不怕，就问你服不服啊！哎呀，面具人，我今天查了一下这些平台啊，背后都是中资。当时我就在想，我就感慨呀，天涯之大，何处容身呀！哎，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再回想一下我几个月前的节目。就是3月份的节目，3月3号吧，大家来看这张图啊，我当时是以这张图做节目封面的。新来的观众朋友们，没有看过那期节目的，可以等一下看完这个节目去回顾一下那期节目。老观众朋友们可以给我作证啊，我是不是当时就在节目中说过了，中共接下来的1、2个月很可能会引爆比特币的核弹的？为啥？因为面具人我当时就通过中共要收这些矿场的时候，通过这种行为我就知道了中共想要干什么了。嘿嘿，你以为面具人我接触什么红3代呀，接触这些红色贵族高官呀，我这些年是白混的，我这些米饭是白吃的？你当我是吃啥长大的？你当我是吃屎长大的吗？老观众朋友们可以给我留言作证啊，新观众朋友们可以回看一下3月3号的节目，相信你们看完了那期节目，就想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群组了。为啥？只有读懂政治和金融，你才能发财嘛，对不对？你屁都不懂，你怎么赚钱呀？对不对？再感叹一下，天涯之大，何处容身呀？还好呢，我澳洲的买币平台没有中资的，澳洲的买币平台很安全。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的，可以私聊我。官方规定我在节目里面不能打商业广告。屏幕下方的内容简介区和留言区有我的私人联系方式。最后呢，面具人要给大家放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短片。等一下啊，我再补充一个紧急的消息，那就是 Coinbase 也断网了。本来呢，我这个消息没放在今天的节目说，我打算明天说呢。但是呢，这个事情事关比较紧急，我刚才也说到了 Coinbase 背后是中资，所以呢，当我发现了这个消息，我其实一点心里面都不那个啥，都不慌，我觉得很正常。因为
，Coinbase 的背后就是中资，它断网，那你还用说吗？对不对？典型的土匪操作。哎，好，大家来看这个小短片啊，里面的内容可都是精华呀。在看之前呢，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收藏这个视频，并且呢，尽你可能的去把这个视频转发给别人，让他们不要割肉，知道吗？帮助到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因为只有更多的人进入币圈了，咱们才能赚到钱呀。我说这个话一点不夸张，对不对？最后恭喜大家，今天抄到底儿的要发财了，那没抄到底儿的其实也赚了，只要你没割就是赚。下一次这个狗狗币会冲新高的，面具人我个人判断啊，狗狗币的生命周期还有2波高峰， 0.8 和1这个高峰， 0.8美金和1美金这2个高峰啊。这次冲顶呢，冲到 0.8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并且呢，接下来的20天内就是狗狗币的新一轮的爆发期。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会质疑啊，说马斯克天天喊单狗狗币，结果被打脸了。马斯克没什么信誉度了，马斯克拉不动狗狗币了，那狗狗币还怎么涨？面具人，我就想问你们哈，牛逼的资本大佬就只有他马斯克一个人吗？其实呀，能给数字货币站台的人太多了，基辛格、贝索斯、巴菲特、比尔盖茨这些大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比马斯克的力度小，对不对？只要有利益，拉着大佬给背书，大家一起割韭菜，多好的！说到这儿了啊，可能有观众朋友们会问，有些今天抄到底儿的，或者是没割肉的人，你们心里面可能都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这个狗狗币或者手里面的数字货币什么时候该脱手呢？面具人，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不可云，不可云。会员群里面咱们再说。好，来看这个短片吧，太有意思了，来看。老板，他继续抄底了，立刻马上砸盘，他全部卖出了，搞一波横盘，他不买了，砸盘画根大阳线给他看。是我，老板，他入手了，他买入了，我们现在要怎么做？砸盘，他无奈割肉了，再搞一波横盘。他开始研究市场了，他睡觉的时候蒸发1亿个 USD， 然后爆了，他醒了，砸盘。但因为抄到了便宜，推一波横盘行情，等他睡觉的时候，再用一波海外的利空消息来砸盘，给 Vitalik 打电话，老板，这2个小时拉高以太币，然后弄醒他，好的，醒了，便宜去，砸盘，激活韭菜保护程序，砸盘，黑掉他的账户，把所有币都转走，然后寻找下一个目标。